怀孕了。我会处理的。什么处理？就是我会去自己做掉，你不用担心。为什么要做掉？留下来。怎么留啊？这是一个孩子，你把他藏哪儿啊？藏什么藏？这种宋思明的孩子，满大街随处跑。生下来，当你送我的礼物。我不送活的。生下来，你要是还爱我的话，不行，我怎么能让我的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爸爸呢？他会受歧视的。他怎么没有爸爸？我就是他爸爸。没有人会歧视他，在这个城市里，没有人瞧不起他。唉，不行了，我又没有结婚，又没有准生证，医院肯定不会让我生的。傻瓜，有我在，要什么准生证？不行了，我妈会打死我的。她怎么可能让我不结婚就拖着个孩子？你妈到时候我去跟她说，她一定会答应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啊？你把哪都当成你的管辖范围啊？我是她女儿，我们又没有结婚，我连个名分都没有。她要听你的就奇了怪了。那你先生下来，然后我再去负荆请罪。我明白了，你只是想要一个孩子，根本就不是想要我。我还是不想要了，我可不想把我的生活变成一个解不开的死结。本来我跟了你以后，我就觉得我的生活已经够迷惘的了，我都不知道未来在何处。现在再多个孩子，我根本应付不了。如果有一天我想摆脱你都摆脱不了，还得被孩子给套住。有个案子，你得亲自去办一下。具体情况你问一下陈四福。事关中呢，一定要办得滴水不漏。行，没问题。另外，我这儿还有个头疼事儿，你知道哪儿能找一个贴心的保姆吗？保姆？我要找一个能照顾孕妇跟小孩的保姆。年龄不能太大，得可靠，有经验，需要整天陪住的。谁怀孕了？哎呦，我就知道你小子啊，宝刀不老，还没开2度呢。正好我这里有个人选，是我一个远房亲戚，不过是个寡妇，不知道你是不是介意？人呢，比较老实，干活比较麻利，因为是寡妇，所以可以长期住在那儿。行吧，就是他吧。我会把家里整套钥匙都交给他。工资嘛，你让他开，我会在他开的基础上再加500，只要他能照顾好孩子。我早就看出你小子不是什么存情的人了。你要是没有收获，是绝对不肯出手耕耘的。最后还是没有掏出你的手心啊。你看我这都干了些什么事儿，啊？忙活了半天，竟帮你去胖妞去了，真是丢份儿啊！行了，大恩不言谢，改天请你喝喜酒。我终于听到了你一句请客的话。酒呢，你先留着吧，我替你把手头的麻烦解决了再说。到时候攒到一起喝满月酒啊。保姆2天后就到。好，谢了。
这套餐桌还不错，这多少钱29800。行，把这套定了。啊？怎么了？啊？就是餐桌不好。放心吧，听我的。没劲。哎，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啊？怎么了？我都不记得上次跟我爸爸一起吃饭是什么时候了。他今晚回来嘛，我想跟他好好谈谈。你要跟他谈什么呀？谈谈他做爸爸的责任。我想问问他，他能不能把我搞到江州中学去？你学习的事情，做父母的怎么能帮得了？得了吧，靠自己要累到猴年马月的。你们的孩子又不多，干嘛对我像阶级敌人一样的？哎，我要见我爸，现在是不是得预约啊？唉，没劲。我们跟他划清界限，就当没他这个人算了。自己亲爸，能划得清吗？原谅他吧。哎，妈妈要是跟爸爸离婚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你们的事别问我。现在离婚的多，我也看得惯。唉，我还是认为不离的好。不离的话，这怎么也算是个家；离的话，我就没家了。为你有个家，妈妈就得牺牲幸福。那你离了婚就有幸福了？什么是幸福？现在是谁有幸福？别瞎想了。电视怎么没关？你昨天晚上又没回来，这已经是最近的第2次了。工作忙，忙到没时间回来睡觉，忙到衬衫跟昨天穿的都不同。你又和他在一起了，还是又换了新的？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我根本就没瞒着你，或者说没有刻意的瞒着你。我早跟你说过，你是我妻子，这永远都不会变。这件衣服要手洗，洗衣机会洗坏。你是我的终身伴侣，
到老了还要相互当拐棍的，别胡思乱想了。你给我睡客厅去。你别碰我！你别碰我！烦死了你！喂，今天晚上我不回去了，你把门锁了。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玲玲呢？婷婷睡了。你是不是分点时间给你女儿？她说好长时间没见着你了。是啊，都好几天没碰着她了。要不这个周末，我们一起出去吃饭？你是不是跟她在一起的时候，特别怕我打电话过去？昨天打你手机，手机是关着的。电话没电了。你最好还是把手机开着吧，毕竟你是个有工作在身的人，万一有急事找你找不到，就出纰漏了。我没什么急事，不会找你。玲玲，你注意听教练的话啊！哎，爸爸，你知道吗？刚刚我看那个马好小好小，但其实还蛮高的，坐在上面颠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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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害怕吗？当然害怕了。怕什么呀？不是有教练在旁边保护你吗？你看你紧张那个样子，害怕。你教练一个劲儿跟你说话，你都听不进去。咱说了，这手右手要拉紧那个缰绳，你看你啊，手这样放，还哆嗦，那你一点出息。哎呦，吃对吃对，嗯好。这个缰绳啊，就像汽车的方向盘一样，啊，拽右手的就往右拐，拽左手往左拐，啊。嗯。哎，哎呀，我饿了，我从早上到现在都没吃饭，我一个人也没胃口。你什么时候来陪我呀？啊？现在不行，
3点左右吧，好吧？你要不来，那我索性绝食饿死算了。快点吃，吃完我们回去了。不要嘛，我等下还要坐快艇呢。你一次都玩完了，那下次来就没兴趣了，给自己留点念想。可是，别废话，赶紧吃，吃完了走。这边得左转。这是单行线，走不了啊。你干嘛不装个导航啊？因为我平时哪儿都不去，就是办公室跟家里。这边左转也可以。行了，别瞎指了，你指的都是单行线。其实从那边过去就到那个面店了。哪个？刚才那小巷子，推辆自行车过去还行，汽车咱俩抬着过去。这儿靠不卫生，要不然换个地方。哎呀，吃饭吃的是味道，又不是吃环境。那椅子、桌布、刀叉、音乐能吃饱人吗？吃饭就是要往热闹的地方去。你那门可罗雀的，怎么能吃饱人嘛？啊！哎，到了，走。老板，辣酱面一碗，黄鱼面一碗啊，谢谢。我不饿，我吃过了。没给你点，都是我的。好吃。有那么好吃吗？嗯。来，你尝尝。快尝尝，要掉了。好吃吗？不行。分你一碗。那味道还真不错。你哪儿找的这家小面馆？是一些小的网站上面找到的，排名第1的。嗯，这黄鱼面味道不错。嗯，一会儿吃完了，帮我打包一份，要干的不要汤。我一会儿呢要打包3份，那份干的是你的，还有2份汤的，是我姐的。你喜欢吃的黄鱼面，我打包了一份给你带回来。据说这家店是江州最好的面店。我不需要你陪着别人吃饭，却包起残羹剩饭来怜悯我。大小姐出去了，要不要派几辆车跟着？胡说什么呢？小姐在家，这是我特意打包给你带回来的。自己出去散散心。你以前不是一直说想吃黄鱼面吗？今天13家老大都要来中和堂议事。你是因为愧疚而讨好我吗？两面取悦，不觉得很辛苦？哟，海饺来了！哇塞！哎，给你带好吃的面了啊！啊，面呐？嗯。姐，你也太牛了吧！你会炒这么复杂的菜呢？我就只会炒个 A。我觉得呢 ，A 炒 B 就已经是技术活了。你会炒 A 炒 B 炒 C 啊？
你那个也叫炒菜啊？也就小贝能受得了你。简单的芹菜香干炒肉丝，到你嘴里面都成 ABC 方程式了，最基本的家常菜。唉，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大课堂，能把一片空白变成一大染缸哈，18般武艺全部都会。其实呢，我要是和小贝结婚了，过个几年，说不定我水平和你是相当的。是啊，可你现在这人生实践课好像修到旁门左道上去了，是吧？菜估计这辈子你都不用炒喽。喂，你干嘛这样讽刺我呀？我又不是你想的那种人，我是爱他的。爱上一个人呢，只需要用1秒钟的时间，而实践这个爱字却要用一生。我问你，你真的愿意用你的一生去实践你刚刚脱口而出的爱字？你这个人真是没情调，人家好心给你送面吃，你不懂什么叫但求过程不求结果。你说的那个过程啊，我不求也罢，我呢还是老老实实的守着我这现在的结果吧。一面是海藻的温存软语，一面是老婆的冷若冰霜。若不是念及10几年的情分和孩子婷婷，宋真想拂袖而去。可今天原本就该待在家里的，1周里他分3天给海藻，4天待在家里。这间屋子空气冷得快要结冰了，让宋思明觉得很不舒服。要不我们离婚吧，我带孩子。我想你舍不得的就是那些钱，我们1人1半。也许有的女人可以忍受，可我不行。我宁可玉碎，不要挖圈。别闹了，睡吧。文件先放这儿吧，等我签完了叫你。苏若姐，我们了解到一些情况，谢行长从银行贷了3亿元给陈四福的公司。另外，天大置地的情况也已经了解的有些眉目了。除了石库门那块地跟宋思明有关系之外，这回包装陈四福上市的那些资金，除了谢行长和香港那边的，还包括了天大置地的资金。看来他们的网已经铺好了。这段时间，你们要密切注意他们的动向，但是也要更加注意自己的保密。明白。明天我就去趟北京，亲自向领导汇报。喂。刚才妈妈打电话来说，爸爸上厕所的时候中风了，倒在地上，要你快点去。你别慌，别着急，你在家看好女儿，我这就开车赶过去。你马上给急救中心打电话，让救护车也赶过去。我15分钟之内肯定赶到。妈，救护车还没来。哎呀，还没有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不办了，还在厕所，我都不敢动他。妈，来帮我。哎，好。哎，你小心啊！不行，被我抢了。一会儿车一来，咱马上就走。哦，你要当心。
喂，已经在路上了，我陪着，你放心吧。快，小心点。 喂，情况怎么样？已经送进抢救室了。你别着急，不会有事儿。我想过去看看。你这会儿就别过来了，这你要过来，孩子一个人在家怎么行？再说你来了也不顶用。我在这儿不就等于是你在吗？我已经给他们院长打电话了，他一会儿就到，会配最强的医疗班子，放心吧。喂。 喂，别哭了，老婆，爸爸会有事儿的。他以前不是也中风过吗？10几年的过去，不都没事了吗？有我在，放心吧。 喂，婷婷，婷婷，你醒醒，起来，赶紧换衣服，你外公出事儿了，我们得赶去医院，你快点啊！ 这儿。
宋太太在父亲把自己的手放在宋思明手中的一瞬间，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天意。对，一定是天意。爸，爸，当年两个人在恋爱时，也是父亲中风，宋连夜狂奔送到医院，一直陪伴。父亲还在病床上，就把他的手交付在宋思明的手中。爸爸还坐在轮椅上的时候，宋思明就按老人的意思把他娶回家中。而今夜，在他下定决心要与宋思明分离的时候，爸爸再次病倒。还是那样的午夜，还是那样的狂奔。也许是父亲心中知道了，虽然这么多年不说话，可他已经炼化成仙，再次用生命来化解女儿的困境。你不是还有我，还有婷婷吗？每个人都会遇到这一天，不要太伤心了。爸把你交给我了，我会一辈子守护着你。是不是有话要说？我们俩说到底是夫妻，你有什么难处，别害怕让我分担。不是岁数了，没什么事情承受不起的。你说吧。我想拜托你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我怕就这一两天，我时间不多了。本来这件事拜托给谁都不应该拜托给你，但是我想来想去，我这一辈子能信得过的，能拜托的就只有你了。到底什么事儿？你和我还要绕圈呢。我很难启齿。你是想跟我说他吧？是。那你还是不要拜托了。把我想得太伟大了。她怀孕了，是个男孩。我不知道我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。这是我造的孽，可孩子是无辜的。我怕万一我没有善终，他又不敢抚养那个孩子。你能不能？这是我们宋家唯一的难题。这话最好告诉你父母听，因为也许不久以后我也嫁人了，连婷婷也改名换姓了。
对不起。喂，上次那女的，你知道住哪儿？哪个女的？你别装糊涂了，宋思明那个。我还真不知道。你为什么不去公司找她？她怀孕了。你到底还是知道了。这样，你打个电话给沈醒国。上次我听胖子说，沈醒国把他堂姐介绍过去当保姆的。行，先这么着。喂，你堂姐住哪儿？你说的哪个堂姐呀？我这堂姐可多了去了。你别绕了，伺候那大肚子那个堂姐。大肚子？什么大肚子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我有急事儿，不是去兴师问罪的。现在都什么时候了，我哪有那心情？宋思明昨天给我交代后事了，今天早上我一查，他收的钱少了一半，这就够要他的命了。现在大家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蚂蚱，谁也跑不了。那女的要是聪明，现在把钱拿回来，宋思明这次若能逃得过，大家都好过，你说是不是？我认真求你了。看在这么多年朋友的份上，你不会现在眼看着婷婷没爸爸了吧？沈醒国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再不告诉我，我这就给你老婆打电话，把你吴江路的小窝给捅出来了啊！华山路8栋4号。小姐，请问你到哪里10号楼。我帮你通报一下好吗？不用了，我帮你通报一下，我们这里必须预登记的，我是他亲戚。这不行的，没事没事，我自己去了啊。谢谢真的，谢谢，小姐，小姐，我自己找，我认识。你找谁？哦，你是沈律师的堂姐是吧？嗯，是的。我是沈律师的朋友，宋思明太太。这里没你什么事了，你出去转转吧。哎，你究竟什么事情啊？你要不要我给沈律师打个电话确认一下？你放心吧，我不是来闹事的，我找他谈谈。阿姨，你先出去，我一会儿叫你啊。好的。宋太的心如响鼓般重锤不止，不得不深吸一口气，才能压下那种刺透心扉的痛。就在这张床上，宋思明和这个女人光着身子滚来滚去。就在这张床上，两个恬不知耻的人还造出了个孩子。
宋太如果手里有把刀，他真想一刀捅在那个耀眼的、长着小鸡鸡的肚子上。坐呀，别站着，累。他细细抚摸着实木的纹路，那种亚光的暗红色，散发着贵族气质，是他多少次经过橱窗想买而抑制住冲动的款式。曾经，他和宋思明路过这个家具店的时候，他隔着玻璃，指着耀眼吊顶灯下的这张桌子说：“我多希望自己住在宽敞的屋子里，厅里放着这张餐桌啊。”这张停留在他梦里的桌子，现在就在他手下散发着幽幽雅雅的光。他梦中宽敞的客厅，和梦中陪伴他的男人，一直在享受着、侵略着、剥夺着他的梦。而这里，这个女人，住着这样豪华的屋子，是他卖了自己的妈妈的房子、自己弟弟的房子换来的。宋太的感觉，简直就像案板上垂死的鱼一样，被人将鳞片一片片剥掉，露出血淋淋的皮肉，痛不堪忍。他依旧保持着沉着的面容和淡定的微笑，在惊慌战斗、不知所措的海藻面前，坦然地叫人害怕。今天我来，是来问你要一样东西。其实我不说你也明白，就是宋思明给你的那些钱。我既然知道这里还能跑到这里来，就说明他什么都告诉我了。我和你照过2次面了，第一次我就告诉过你，希望你能够好自为之。可惜你没有把我的话放在心上。你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呢？非要偷人？你难道不知道偷人没什么好结果？那些钱呢，是我给他的。女人嘛，不要太不善良。你既然都已经跟了他，好歹也算是我们家家谱里不入名，但却单个份儿的。叫什么呢？吃妾随伴儿。哎，这妾还真算不上，妾好歹还得过个门呢。就算是陪睡吧，比外边随便找妓女总强点儿，至少不带病。我跟他说了，既然都陪睡了一场，这钱总得丢几个。就算是嫖吧，那也不能白嫖，这嫖也要有嫖品，就好像赌博一样，而且出手得大方点儿，方显自己身价。这钱我出得起。不过今天呢，他改变主意了。他让我过来，把这些钱拿走。这算来算去，你实在不值得这点钞票。他是不愿意再看见你了，所以只好由我出面。没办法，我是他老婆，总得替他料理后事。反正也不是1回2回了。
不过把钱要回去还真是头一次，可能你是最不值的吧。钱呢？你快点拿出来，我们有别的用处了。钱呢？你别等我失去耐心哈！钱呢？钱呢？你给我说出来啊！要不是你，我不知道这怎么会变成这样。什么？哎，你在这等着，别着急，我马上过来。喂，120吗？现在，我代表江州市委宣布一个处理决定：原江州市城市银行行长谢宝应犯有重大的经济问题，现在已经被双规了。市里面关于谢宝应私设金库、挪用社保基金、投机美国期货市场被强行平仓的几点意见，我们的所作所为。什么事儿？海藻出事儿了。早上你老婆打电话给我，把海藻地址要走了。你说我这也没办法，这谁知道他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啊，我早上打120的时候，他还在家里。替我打听他在哪个医院，给我打电话。突然冲出大楼，驾车离去，情况突变，怎么办？他是新来的吧？以前没见过。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，我要对你负起责任来。你真的这么在意这个孩子？爱一个人，就让他给你生孩子，然后用我们两个的鲜血
浇灌这一棵花朵，这样我们永远都不会分开。喂，在红星妇幼保健医院，孩子没了，孩子的子宫正在摘除中。爸爸对不起你。虽然我最后的选择是懦弱的，但这是我万念俱灰时唯一的决定。以后爸爸没办法在你成长的道路上陪伴你了，但一定要记住爸爸的教训，不能走错道路。孩子，来，喝点鸡汤哦。来，啊，来，好好喝一口。嗯，好。孩子，人这一辈子哪能都这么顺当呢？总要磕磕绊绊、起起伏伏的。你这点事算什么呀？你还这么年轻，以后日子长着呢。爸爸妈妈还陪着你呢，啊！来来，听话，喝点鸡汤，啊！还是不跟你说话，别着急，慢慢来。不肯喝汤啊？啊？那我们出去散散步好不好？啊？散完步回来再喝。啊，走，外面空气可好了，走。好啦，散散步，回来再喝汤。来，自己带着。
好像又下起来了。我们到亭子里避避雨吧。下雨了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你说这帮人都瞎跑什么劲？人家 Discovery 频道早就论证过了，下雨天走路要比跑步淋的雨少。真好看。3个月了，你终于肯开口说话了。这雨真好。这雨真美啊！你说我们平时怎么就没注意到呢？这要是在平时突然下这么一场雨，恐怕大街上人人避之不及。不是担心，就是着急，不知道这雨什么时候停。几乎不会有人注意到这雨也有不一样的美丽。雨是一样的雨，只是不一样的是我们啊。每天晚上，我坐在窗前，看着窗外的灯光，我就会在想，这城市多奇妙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生活。别人的生活我不知道，而我呢，每天一睁开眼，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：房贷6000，吃穿用度2500，然而上幼儿园1500，人情往来600，交通费580，物业管理费340，手机电话费250，还有煤气水电费200。也就是说，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，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，至少。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。这些数字逼得我一天都不敢懈怠。根本来不及细想未来10年，我哪有什么未来？我的未来就在当下，在眼前。那天陪妈妈去逛街，其实我们都不用走，那个人流就推着我们向前走。我想不走都不行，想停下都不行。我当时就笑了，我说这就是我们的生活，来不及细想。没有决断，就这样懵懵懂懂的被人推着往前走，而我青春年少时候的理想上哪儿去了？我的理想就被这匆匆的人流推得无影无踪。是啊，我曾经的坚持，内心的原则，和我少年的励志，就被这孩子、被家庭、被工作、被房子、被现实生活磨砺得不胜些许。其实很多时候我是有原则的，我不想抄近道，我更不想投机取巧。但是每当我看到那些不如我的人，因为插队比我先拿到票，那些不如我的人，因为放弃了原则而省了10几年的奋斗，我真的不服气。有的时候我都在怀疑，我这份坚持到底是对还是不对？
我甚至在责怪这个社会，为什么这么不公平？为什么大家有规不遵、有矩不守，而让我们这些辛辛苦苦、勤勤恳恳的蜗牛受罪呢？这2天，我在看一些投资方面的书。其实我也没有多少钱投资了，我就是想如何让我手头这点东西不贬值。我觉得这大概是这个城里所有人的恐慌，大家都忧心忡忡的，得到的怕失去，没得到的又想拥有。后来我在一本书里找到巴菲特的一句话，叫“永远坚持价值投资的理念”。他说，不管在任何年代、任何社会、任何经济环境下，投机的风险永远要大于投资。他说，也许从短期来看，一次投机也许会让你获利很多，但是从长远来看，任何一次投机就会造成全盘皆输。但投资不一样，投资是只要你坚持物有所值，最终它会增值并硕果累累的。我觉得他这话挺有道理的。我的理解是，只要你有信念、有追求，只要你坚持，那你一定会比随波逐流要行得远、行得正。就像宋思明，他很聪明，他是非常聪明，也很有才华。但如果他能选择一条正确的路，选择正确的价值观，我相信他的前途会无量的。但他恰恰没有这么做，他恰恰凭着自己的一时聪明，选择了一条投机之路，最终还是随波逐流了。海藻，我在这个城市算是扎根下来。我相信，凭我的坚持，凭我的努力，最终我一定会过上我想要的日子。而你呢？你还这么年轻，这么有朝气。虽然你犯过错，虽然你曾经失败过，但是没关系。正因为你年轻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年轻，所以你有大把的时间纠正错误，重新再来。我希望你勇敢，勇敢一些好吗？相信自己。明天一定会好的，会好的。雨停了。回家吧。来，你先休息，我给你把鸡汤热热啊。喂，马克，你回来了？啊，郭老师你好，我回来了。你现在有时间可以给我上课吗？有啊，你想什么时候开始啊？你的妹妹好吗？你怎么突然想起来问她？我有事要跟你讲。你讲。我想当面说，你现在能来我的家吗？现在啊？好，你等我。这是送的 email， 我要给你看。他请求我，他希望我帮海藻和他的孩子去美国，给他们新的生活。
所以我会来接他们。海平，海平，别哭，别哭。宋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，我也感到非常遗憾。他在中国，他在美国，给我很多帮助，所以我现在要给海藻和他的孩子新的生活。太迟了，一切都太迟了。等我走了，再打开。我们必须走。当心啊，孩子！海藻要我把宋留给他的钱交给政府，他还是没有勇气面对这发生的一切。失去子宫对于任何一个女人来说都是毁灭性的。海藻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，无论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。我真的希望海藻能从国外治病回来后坚强起来。毕竟，人生的路还很长，很长。